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程毅从被无视到顶流，35岁演员的涅槃重生之路。2025年，程毅的名字注定要在娱乐圈中熠熠生辉。这位35岁的男星即将带着多部作品强势霸屏，而他的成名之路却是一段少有的慢成长故事。直到看见程毅扛过2次网暴，我才明白，在这个浮躁的圈子里，稳坐顶流的他为何能成为一股清流。14年的蛰伏，从龙套到配角再到主角，程毅的蜕变之路充满了艰辛。镜头前他是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，但背后的故事却鲜为人知。在未成名的日子里，他曾是个被区别对待的小透明。比如2025年青云志发布会上，礼仪小姐直接忽视了他伸出去的手；又如2025年长安诺开机现场，工作人员没有给他发开工红包。这些经历让他深刻体会到，不火才是原罪。更让人唏嘘的是，当机会终于降临青云志中的林惊羽一角，让程毅备受瞩目之时，随之而来却是网络暴力。面对与王俊凯扮演的少年版林惊羽对比下产生的负面评价，程毅只能选择沉默和道歉。这样的打击并没有让他倒下，反而激发了更强的斗志。随后流离的大火为程毅带来了事业上的转机，然而好景不长，云歌会全网黑事件再次将他推向风口浪尖。这次风波持续3年之久，让原本开朗活泼的程毅变得更为谨慎小心。尽管如此，程毅并未选择通过过度曝光自己来证明什么，而是继续深耕于表演艺术之中。无论是沉香如屑中一人分饰3角，还是莲花楼里挑战极限的动作戏份，他都用实际行动向观众展示了何谓真正的演技派。更重要的是，成名后的程毅拒绝了许多高薪诱惑，坚持走一条与众不同的反流量道路。他相信，作为演员最重要的是保持角色的神秘感，因此很少参加综艺节目或商业活动，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创作当中。如今，当我们谈论起古偶剧男主时，程毅无疑成为了新的标杆。正是这种对艺术执着追求的态度，使得他在纷繁复杂的娱乐界中独树一帜，也解释了为什么即使面临重重困难，他依然能够稳坐顶流宝座。程毅从无名小透明到顶流，为何35岁的他稳坐顶流？2025年，程毅即将以多部新作强势回归，粉丝们迫不及待想看到这位从草根逆袭而来的男神。他的词典里似乎没有速成2字，14年的潜心耕耘，程毅完成了从龙套到主角的华丽蜕变。许多人对程毅的了解，可能只停留在荧屏上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，但在这光鲜亮丽的背后，多少人知道他曾遭受的种种冷落与屈辱。2025年，他参加青云志的发布会时，在集体切蛋糕环节，礼仪小姐竟然对他视而不见。这一幕不单单是一个人的尴尬，也是对许多如他般默默无闻者的讽刺。程毅当时的无奈，似乎告诉我们，在这个圈子里，不红有时真的就是原罪。还有一次，在长安诺的开机现场，身为主角的他却连红包都没收到。无数粉丝随着他的成长感慨，也仿佛通过他的经历看到了自己的影子。真实的程毅经历了什么才有今天的成就？程毅的身世背景并不显赫，出生在小乡村的他从小便跟着爷爷长大。学校的文艺晚会让他找到了表演的乐趣，于是顺利考入中戏，正式踏上了演员之路。2025年出道的他回首往事，初时并没有太多的资源，更多的是在横店跟随小角色跑龙套，宁愿在寒冷的台子上苦等一个露脸的机会。2025年，程毅凭借青云志中的林惊羽一角迎来转机。
然而，网暴的阴影随之而来。尽管他演绎出色，却因和三小只的对比被许多网友抨击。程毅用忍耐化解了重压，继续在剧组打磨演技。2025年，程毅因电视剧《琉璃》真正崭露头角，然而又经历了一波新的网暴。有传言指控他在片场对女主进行孤立，然而那些黑粉们并未看到他背后的努力和善意。这场舆论战争对他的影响深刻，而他看似乐观的背后，其实是巨大的无奈和痛苦。在这一切压力的背后，程毅选择了坚守与沉淀。他在流量热捧的时代，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去流量化的道路。他深知演员的最大魅力来自于多样的角色与扎实的演技，因此在《沉香如屑》中，他以千人千面的形象向观众展示了自己的实力，赢得了一片赞誉。2025年，他又凭借《莲花楼》横扫网络，重现了那个鲜衣怒马的少年。程毅的成长之路告诉我们，稳坐顶流的道理，并不是频频出现在各大综艺舞台，而是要用心去打磨自己的作品。程毅在光环背后坚持的理想和执着，让许多观众感到共鸣。他拒绝千万级的直播邀约，尽心投入每一个角色，再次将古偶剧的男主形象进行升华。在这个流量经济泛滥的时代，他掀起了一场反流量的风潮，重新定义了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。程毅的故事不仅仅是一个演员的奋斗史，更是对梦想坚定追求的证明。他用自己真实的经历，告诉每一个追梦人，不论多么艰辛，只要心中有光，终能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。